今天我们有位同学来分享他真实的故事，这故事发生在2021年，他突然间就背很痛来找我们，那我们就觉得他怪怪的，应该赶快去看西医，我们就在巷子口帮他找了一个肠胃科的西医，超音波就帮你扫描。对，医生找完之后觉得不对劲，就帮我紧急转院，当下就帮我转院，他叫我坐计程车赶快去大医院，很多的检查嘛，医生就紧急开立隔天早上的刀，确定是大肠癌这样，开完刀之后，就整个腹腔都蔓延了，就很严重。对，那个刀是早上进去，到了下午7点，他的先生就打电话给我说他在病房外等啊，是死还是活，怎么都没出来。我就说恭喜哦，平安，非常平安，现在等麻醉，医生把他结肠的问题蛮难处理，就把你腹腔清干净了，你之后就不会有癌症。那就后来果然到了晚上的时候，你就慢慢退了麻醉就出来了。我就请你先生就打一通电话给我，你清醒舒服的时候，隔1-2天以后比较舒服了，你就打一通电话给我。我开口就说：小姐，你知道你怎么得癌症的吗？你想不起来？我说我告诉你好了，整个新冠疫情后，菩萨说你得癌症是因为你吃了炸鸡，连续吃2年，天天吃炸鸡引起的。你顿了一下，我顿了一下，因为的确是每天中午就吃炸鸡便当，炸鸡便当会得癌症。OK， 你吓了一跳，我就跟你讲，这次癌症就会把你整个人灵性也会提高，你要好好的多祈福，多做功德。那这个事情就结束了。打了化疗药没多久，医生说没有癌症。对，这个2023年的12月22号，你就传短讯给我说你24号要去住院，要开刀，因为好像有点感染。这中间你就是好日子只有1年多而已。我那时候没癌症。对，但是我就看到你说你要住北医，我看你旁边都是冤亲债主，那我觉得奇怪，你整个好像越来越严重，因为鬼好多就绕着你旁边。那我就跟你先生讲，你几号要开刀？他说12月26。那我说我会帮你祈福，但是我晚上关。结果我就关完以后，我吓了一大跳啊！我说26号你没有开刀，而且往后的几个礼拜都没看到你开刀，而且越来越严重，满屋子都是鬼魂，都是一些战争以前杀的过去生的这些亡灵啊。结果你住进去几天，发生什么事？24号你住进去以后，医生上吐下泻，没办法开刀，他跟我请假。那隔几天以后嘞，就请辞了，直接辞职了，他没有主治医师了。他说他去外面发展，就没主治医师了，就没就不能开刀。我就想说完了，那现在是怎样吗？他现在就跟我讲，他不能吃东西了，整个照片传来给我，在我的 LINE 里面吓到我了。他腹水严重，腹水，腿的水也出来，淋巴也肿胀，只能吊点滴。那时候你几天总共不能吃东西几天？一直到下一次开刀，快1周了吧？1周都完全只能吊点滴，瘦到剩30几公斤。那时候37、8，好惨哦！我就关了，关完，我想说完了，他这么惨，我就打电话给她老公说，医生是不是告诉你他活不到1个月？在过年前，因为2024年的1月刚好就是临近过年了，医生说他过年前会走。他说对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我说没有别的答案，只能抢救啊！我就说去买软垫、瑜伽垫还是毛巾、厚毛巾，赶快跪在地板上跟那个冤亲债主求和解，只能这样解套。那他说不能动啊，连吃都不能吃。我就打坐就看整个病床都是鬼魂嘛，很难受啊！我想说他快要没命了，医生也说他在1个月内就会死，我很难受啊，因为我跟他感情蛮好，他长期做义工做了10年，我舍不得。我就去跟龙王爷跟菩萨跪着帮他每天晚上拜忏，去替他忏悔。我希望神给他机会，因为他已经知道他往昔很多的杀业，他愿意好好的弥补。我希望把他这次可以救回来。菩萨就跟我讲，他必须本人亲自忏悔，所以我隔天早上我就打电话给你老公，那就赶紧去买瑜伽垫，就把你抓起来。虽然你不能动，就抓着起来跪拜。他问我每天几下，我说诚心诚意几下都没关系。我记得你只能3下，一开始是3下，后来慢慢变6下，跪到每天可以6下的时候，这前后好像快5天了。我就看到奇迹了。我就早上凌晨关到，我早上就打电话给你老公，就说，我看到这2天可以开刀哦，会开刀哦，而且开得非常成功。结果我讲完下午，医生就说医生就可以开刀，集合了很多很好的医生可以帮他开。虽然他换了主治医师，就这个刀开的时候，开完那个老公又打电话给我说，那还要不要做忏悔？我说鬼魂没有退，死路一条，伤口裂开重缝而已，没那么恐怖。但是鬼魂不走就没命了。他说也是，然后就继续跪啊拜。你那时候手术完顶着伤口还没拆线，一样跪啊拜。我的这边都是管线，有很粗的管线，你要带什么？因为我后来知道我是有杀戮的那些前世的关系，所以其实我在忏悔108拜的时候，我其实有一段是痛苦的，因为我觉得我对他们伤害是很大。所以关灵有很多好处，他是之前上关灵课，他就发现他是个将军，而且在转世过程中很多次的将军都是带头杀人的，制造很多武器，所以当下他得了癌症，他是可以体会冤亲债主对方的感受。那我就只好去协助他，继续帮他跪拜啊，因为我觉得他只能拜几下而已，我就每天早晚就拜到108拜，功德回向给他，帮他去拜。
那他当然拜到第12下的时候，我就看到白观音来，吓到我的场景，他整个的病房放光，太不可思议了。我就打电话给你老公说，从今天开始，凌晨肚子的水跟腿的水全部的退掉，脸也退掉，慢慢的正常了。这几天医生会告诉你们，我看到他可以回家过年了，而且是在家过年，我确定。结果我讲完，下午医生就来说，医生就说可以住院，再观察2天就可以。他观察2天就可以，手术是很成功，就是很不可思议。那跟大家分享，还有老师也是叫我要写心经回向，要亲自写。不管多痛苦，能写几个字就写。当然这个就过程就经历了，这是2023年12月，现在是2025年。那这个当然了，就是冤亲债主要退不是太容易，所以他又来关灵课。上关灵课的时候，他就说他现在喉咙肺的位置又有一些癌细胞蔓延，他问我怎么一回事，我就问他吃什么，他就说他的朋友的妈妈得乳癌，吃地瓜很好，他就跟着吃。我说天哪，你把地瓜拿掉吧，你任何的甜的东西糖都不行啊！而且在他2023年12月，结肠癌蔓延到子宫卵巢的时候，我很生气。我说我前几个月问你，你说没癌细胞，你怎么12月又这么严重？然后我说我进去关灵的时候吓死我了，你一整个月都在吃巧克力、喝甜的东西，你是一整个月真的是猛叶成熟啊，鬼抓去吃啊！你怎么会吃那种东西？结果你怎么说啊？我以前是不吃甜食，你每天吃什么啊？我骂完你。我热可可，还有嘞。巧克力蛋糕，每天吃，真的1个月就整个蔓延到子宫卵巢，就1个月。所以他后来又吃地瓜的时候，当然被我骂，因为地瓜是淀粉跟糖啊，怎么可以吃啊？而且地瓜你肠胃有 cancer 是不能吃的，因为它非常容易胀气。在我眼里，它不是很好的食物，尤其种的土壤有污染的话，地瓜、马铃薯啊、姜都是很会吸毒的，就把土壤的重金属毒都吸进去。所以我把你骂完以后，你们就说老师你怎么什么事都看得一清二楚？我说我跟你姻缘好吧，所以就你这件事应该讲给大众，对，来传播一下你是怎么去跟冤亲债主和解，又配合医生，配合所有的化疗，家人都这么细心的照顾你，你也愿意从忏悔里面请神再给你永生的机会。所以现在呢，他又检查了他的癌指数怎么又降回正常值。我们把这段视频跟大家分享，也分享。那希望呢，所有看到这个影片的人，能够家里有病人也可以同样的祈福，离苦得乐。谢谢，离苦得乐，谢谢。